有的时候人生会走向你完全未曾预料的方向。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极其私密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私密的故事。我这是第一次在公开的去分享这个很私密的故事，因为它真的是改变了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的一生。我的好朋友呢，她是一个直女，她并不是 lesbian。然后呢，她曾提出和我结婚，以掩盖我同性恋的身份。那么肯定很多人就想问，那到底是什么能让他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而我们又是如何面对，并维持这段特殊的婚姻？到现在，我们是在如何处理我们这个犯下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吧？我和他呢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我们有认识了超过16年，我们已经有16年的友谊。在大学的时候呢，刚开始的2年我并没有向他出柜，我那个时候，呃，跟我的第一任男友是怎么说呢，轰轰烈烈，经常我都不在校园，所以跟他呢也并没有太多的交集。后来我分手以后呢，我跟他有了更多的交集，我们会经常一起在图书馆自习啊，嗯，然后我慢慢也向他出柜了，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跟他出柜以后，他其实并没有太大意外。他说他其实早就有察觉到，他只是一直在等待我向他出柜。然后呢，他也非常的支持我，我们俩就变得更加的亲密吧。包括后来我的每一任男朋友，他都是认识的，我们都会，他就像是我的一个家人一样，非常亲密的一个姐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后来呢，在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呢，也是一起移民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那我们到新的那个国度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朋友呢，进一步开始了一个室友的身份，我们一起租房，然后每天我们就一起出去办理文件，因为我们要办理当地的一些就是说移民的文件呀，找工作呀，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呢，他就给我做饭，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一天发生了什么呀，真的就是我相依为靠吧。但是那段时间呢，我也是没有闲着，移民过去以后呢，也开始探索在那新的国度的这种，同志圈，真的是跟中国那边完全是不一样。然后呢，也是开始了我的新的感情历程。我当时呢是和一个比我年长很多的一位德国高管，就是外派到了当地的一个德国高管，我跟他呢是开始了恋情。让我的好朋友呢，他也没有闲着，因为他其实要比我大个1、2岁，对，他也是要到了该嫁人的年龄，他也就开始尝试去见人，尝试去找到男朋友，想要嫁出去这种感觉。但是呢，他是非常受伤的，因为很多男性给他的感觉呢，就是说，让他觉得他们只想利用他的身体的这种感觉。后话就是说，我现在和我现在的男朋友，我们俩就是在聊到他的这个感情经历，就是聊到我的这个女性好朋友的感情经历时候，我现在的男朋友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就觉得可能我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呢，因为她的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很传统的这种家庭教育理念呢，让她有一种对男人没有信任，让她有一种对男人有一种危险感吧。所以呢，这就是一直 hold 住，让她就是无法把自己去交出去的这样一个，让她对感情呢也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信任感。那可能这也是导致他后来为什么提出愿意跟我结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我跟我的朋友呢，我们就是在移民过去后，我们的一切的文件啊、工作啊，一切都很顺利，我也找到了我想要的工作。然后呢，我的这个好朋友呢，他也一直看到我受到的压力，比如说每次跟家里通话，他们就会催我啊，你该结婚了，你找到女朋友了吗？什么时候结婚呀？巴拉巴拉，什么抱孙子？我当时也是很大的压力，但是一方面呢，我又在享受着和我这个当时的德国男友的感情。然后有一天早晨，我就跟我这个，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冬天，一个早晨，我们在吃早餐，然后突然我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就说：“哎，Aden，要么这样吧，要么我们俩结婚吧。”
我觉得你能给我带来别人任何男人无法给我的安全感。我觉得你比很多的直男都要更负责，更让我觉得可以在一起组建生活、组建家庭。然后一开始我是震惊，然后我也是有点排斥的，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我是需要给我的家人、父母的一个交代去结婚，但我也知道我不可能给我的这个朋友他想要的幸福，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因为他提出以后，后来我们就有了经过几次的讨论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可能这真的是一个可以实施的一个方案吧。我们就只是以家庭、婚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因为当时也是在外面飘着嘛，他们家人对他说，如果你要一个女生在外面继续飘不结婚的话，那你就回来吧。他也是非常不想回去的，因为他觉得他回去的话，肯定家人会给他安排婚姻，安排他不想要的工作和生活。所以呢，这也是一方面让他想要跟我在一起，就是组建家庭的这样一个原因。感激他能给我这么多年能跟我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并且呢，我们俩还养育了一个孩子，你知道吗？就是通过体外受精的这样一个方式。刚开始一切都是顺利的，但是真的我并没有想到，其实，嗯，这段婚姻呢，其实也为我们就是这种友情破坏呢埋下了一个种子。那以后我会在我的视频中去讲，为什么我们俩从特别好的朋友到决定结婚，然后真的对我们的感情呢，友情起到了一种破坏的作用。感谢上苍，感谢上帝，感谢安拉。我们在美国真的是开放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了一个更多的认识和接受。我们现在意识到，我们想要的生活并不是别人需要我们去怎样生活，并不是为别人生活，我们应该是首先要考虑自己。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迈出了很大的一步。现在我们已经分居了，我们在 co-parenting，就是共同抚养我们的孩子。就我们的孩子一周会有几天跟我和我的男友生活，有几天会跟他生活。然后呢，他也在他的感情上呢，也慢慢有了一些起色。我现在是真诚的希望呢，她跟她的男友呢，能走得更远一些。那今天我真的是非常大胆的分享了我的一个很私密的故事。我只想说的是，我们在生命中呢，因为一些压力，可能是外在的压力或者内心的一些压力，做出一些后来你去反观的时候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是它并不代表你的人生就毁了。只要你有这个勇气去改变自己，去纠正这个错误，然后让自己的人生再重新向一个让你觉得开心、让你觉得有意义的方向的话，那是值得的。而且我们在错误中去学习。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加油。